年过半百，你是不是也发现一种奇妙的现象？有些人明明穿着最普通的棉布衣服，手里提着旧旧的环保袋，大半辈子也没赚到万贯家财，但他们的晚年却越过越有福气。反观有些人在年轻时呼风唤雨，处处争强好胜，一点亏都不肯吃，到了晚年却往往活得疲惫不堪，不是为了晚辈的琐事伤透脑筋，就是为了顾面子和亲戚计较，背影显得特别孤独落寞。难道这真的是命运不公吗？其实，拉开人与人晚年命运差距的，往往早就不是存折上的数字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一辈常说的那股看不见的力量——阴德。看完今天的内容，你会明白福报深厚的人身上到底藏着哪9个最明显的特征。如果你发现自己身上也有，那么恭喜你，你为自己和子孙积攒的福气正在源源不绝地到来。那么，究竟是哪9个特征呢？我们先从最直观的外表说起。拥有深厚阴德的人，第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也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就是慈眉善目，自带亲和力。我们常听老人家说相由心生，这句话其实蕴含着极深的佛理。当一个人过了40岁，他的长相就是自己修养的体现。关于这一点，佛经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手艺非常高超的雕刻师，他特别擅长雕刻夜叉、恶鬼等面目狰狞的雕像。因为雕刻得太过逼真，他的生意非常好，赚了不少钱。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位雕刻师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原本端正的相貌竟然变得越来越丑陋，甚至透着一股凶狠的戾气。走到路上，连小孩子看到他都会被吓哭。雕刻师非常痛苦，于是跑到寺庙里去求助一位高僧。高僧看着他，平静地说：“我可以帮你治好你的脸，但在这之前，你必须先帮我雕刻100尊观世音菩萨的佛像。”雕刻师为了恢复容貌，立刻答应了下来。从那天起，他放下了手中那些恐怖的图纸，每天对着木头，在脑海里反复观想观世音菩萨那慈悲、柔软、充满无限包容的面容。他每雕刻一刀，心里就想着菩萨救苦救难的愿力。几个月后，100尊观世音菩萨像雕刻完成了。当他放下雕刻刀，去向高僧复命时，高僧递给他一面镜子，笑着说：“你的病已经好了。”雕刻师往镜子里一看，震惊地发现自己脸上那股凶狠的戾气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平和、温润与慈祥。佛法透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心就是那位雕刻师。我们心里每天在想什么，就是在自己的脸上雕刻什么。如果我们心里装着计较、怨恨，对儿媳妇的不满，对邻居的嫉妒，那就像是在雕刻夜叉，久而久之，面相自然变得刻薄。但如果我们心里装着宽容、体谅与善意，就是在雕刻菩萨。你看身边那些福气深厚的长辈，他们往往眉眼舒展，嘴角总是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微笑。他们在社区里遇到大楼管理员，遇到打扫卫生的阿姨，总是会温和地点头问好。在市场里买菜，也从不对着摊贩大呼小叫。这其实就是内在菩萨低眉慈悲心的显化。外在的柔和，正是内在几十年修行的最好证明。其实，这种慈悲的面相，最容易在我们每天傍晚的巷口看见。每当熟悉的音乐声响起，邻居们提着大包小包的回收物出来等垃圾车。有些长辈总是眉头紧锁，抱怨天气热，抱怨垃圾车来得慢，甚至因为别人稍微挤了一下就破口大骂。但您一定也注意过，
总有那么几位长辈，他们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旁，手里提着用了多年的茄纸袋。当清洁队员接过沉重的厨余桶时，他们会微微弯腰，笑着说一声：“辛苦了，谢谢。”这就是佛法里说的和颜悦色布施。在《杂阿含经》中曾记载过一个故事，波斯匿王有一次遇到一位面容极其丑陋，但声音却无比温柔，举止非常祥和的人。国王很好奇，请教佛陀为什么这个人会有如此矛盾的特征。佛陀开始说，这个人前世曾经用极恶毒的语言辱骂过别人，因此今生的丑陋之相。但他后来深自忏悔，在佛前发愿，从此对任何人都和颜悦色，轻声细语。这份善念让他今生虽然貌不惊人，却能散发出一股让人忍不住想亲近的祥和之气。我们每天出门遇到的人，其实都是来度化我们的菩萨。在等公车时，在社区中庭散步时，我们给别人一个微笑，就是在自己的脸上刻下一道菩萨的纹路。当一个人日积月累的练习对这个世界展现善意，他的相貌就会突破五官的限制，散发出一股温润如玉的光芒。这种亲和力能化解生活中90%以上的矛盾，更是为子孙结下无数善缘的最强大武器。说完了外在的面相，接下来我们往里看。有福报的人，第二个特征是慷慨布施，从不吝惜付出。他们总是乐于伸出援手，不吝啬自己的财物、时间与精力。邻居生病了，帮忙炖锅热汤；朋友遇到低谷了，愿意花一整个下午听对方倾诉。而且他们做这些事从来不求回报。说到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佛经里非常动人的故事，叫做贫女一灯。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位一无所有的贫苦女子，名叫难陀。她每天靠着乞讨为生，常常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晚上只能蜷缩在冰冷的街角。有一天，她看到国王和王公贵族们纷纷用车子拉着一桶又一桶珍贵的酥油，点燃了千百盏华丽的大油灯来供养佛陀。整个夜晚被照得如同白昼，无比辉煌。难陀看着这一切，内心非常向往，他也想供佛，但他摸摸口袋，连买一滴油的钱都没有。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剪下自己唯一珍贵的东西，那一头乌黑的长发。他忍着旁人异样的眼光，拿到市集上换来了微薄的铜钱，只够买一盏最不起眼的小粗陶油灯。当他把这盏小灯恭敬地放在佛前时，他在心里默默发愿：我现在贫穷，只能用这点微薄的灯明供佛，愿这微小的光明能照破世间所有的黑暗，愿众生都能远离痛苦。到了深夜，忽然刮起了一阵猛烈的狂风，国王和贵族们那些奢华巨大的油灯，一盏接着一盏，全被狂风吹灭了。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唯独难陀供奉的那盏小油灯，任凭狂风怎么呼啸，依然明亮如初，甚至比白天还要耀眼。就连神通第一的木党连尊者想用衣袖把这盏灯扇灭，都无法动摇它分毫。佛陀看着这一切，温和地笑了，说：这盏灯是一位发了广大菩提心的人所布施的，哪怕是倾尽四大海水，也无法将它熄灭。为什么国王捐了那么多车的油，却抵不过贫女的一盏小灯？这就揭开了佛法中关于福报的一个底层逻辑。在佛法的观念里，我们每个人一出生都带着一本无形的福报存折，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件善事，都是在往这个存折里存款。善行其实有两种，一种叫做扬善，就像那些国王和贵族，他们点起大灯，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的财力与虔诚。这种做给别人看，
大家都知道的善行，会立刻转化为世俗的名声与赞美。当你享受了别人的夸奖，这笔福报的存款也就等于被你提领出来，立刻花掉了。这叫扬善享世名，而贫女难陀做的却是真正的阴德。她不在乎有没有人看见，也不在乎别人会不会笑她灯小。她付出了自己的全部，不求任何人的夸赞，因为没有被世俗的名誉消耗掉，这笔善行的力量就被完完整整地保存在她的福报存折里。真正的布施不在于你捐了多少钱，而在于那份不求回报、毫无保留的亲近心。我们平时帮晚辈带带孩子，在电梯里帮人按个门，只要心存善意，都是在为自己积累深厚的阴德。各位朋友，听到这里，您是不是也觉得，当一个人懂得了不求回报的付出，他的内心自然会来到第三个特征：少欲知足，内心常安宁。很多长辈到了晚年，心里天天惦记着儿孙的成绩，房产的涨跌，股票的起伏，每天被各种物质和执念绑架，眉头深锁。说到少欲知足，我们来看看现在中老年人的真实生活。孩子们长大成家了，搬出去了，偌大的房子里只剩下老两口。有些长辈心里觉得空虚，于是开始疯狂地把东西往家里搬。大卖场打折的日常用品买了一堆，10几年前根本穿不下的旧衣服叠得像山一样高，连塑胶袋都舍不得丢。他们总觉得总有一天会用到。其实这份囤积的背后是内心对未来的恐惧和对物质的深深执着。佛法金刚经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意思就是我们的心不要被外在的物质、名利，甚至是感情死死地绑住。我认识一位社区里的王伯伯，他年轻时开工厂，赚了不少钱，但脾气非常大，家里常常为了钱吵得不可开交。直到前几年，他遭遇了一次极其严重的被倒债，资金链断裂，瞬间面临破产边缘。在那段焦头烂额、整夜失眠的日子里，他突然顿悟了，存折里再多的零，在无常面前也买不到一晚安稳的睡眠。大风大浪过去后，王伯伯整个人变了。他把工厂交给年轻人打理，把家里那些几十年没碰过的杂物全数捐给了慈善机构。现在的他每天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跑到社区的食物银行和偏乡学校去当志工。他帮忙搬运物资，给孩子们导读绘本。有时候遇到情绪低落的年轻人，他就静静地坐在旁边当一个倾听者。他曾笑着跟我说，以前总想着要把全世界都抓在手里，现在两手空空去帮人搬运物资，陪伴孩子，心里反而踏实得不得了。这就是真正的少欲知足。当我们学会了断舍离，把心里那个用来装贪念的空间清空，才能腾出位子来装满福气。知足的人，哪怕只是一碗清粥小菜，也能吃出无上的法喜。我们再看日本著名的梁宽禅师，他平时独自住在山脚下的一间简陋茅棚里，过着极为清苦的日子。有一个深秋的晚上，夜风微凉，四周只听得到秋虫的鸣叫。一个小偷趁着夜色溜进了梁宽禅师的茅棚，东翻西找，却发现里面除了一张破草席，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梁宽禅师正好从外面散步回来，撞见了这个不知所措的小偷。禅师没有生气，也没有大喊抓贼，反而心生不忍。他觉得这个小偷大老远跑来，生活一定是万分艰难，总不能让他空手而归吧。于是禅师脱下了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件稍微御寒的外衣，轻轻地披在小偷的肩膀上，温和地说，夜里凉，这件衣服你带走吧，别冻着了。小偷羞愧得满脸通红，
拿着衣服转身就跑了。梁宽禅师赤着上身，坐在漏风的茅棚里，他抬起头，看着窗外那轮皎洁明亮的秋月，深深地感叹了一句：真是可惜啊，我真想把这美丽的明月也送给他。我们常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就是一种少欲知足的最高境界。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很多人为了多赚一点钱，为了跟亲戚比较谁家的车子好，谁家的孙子考的学校好，整天焦虑的睡不着觉。其实这些都是在过度消耗我们生命的精力，少一分贪婪就多一分平静。当我们不再被外在的物质绑架，不再去跟别人攀比，我们的心就自由了。就像梁宽禅师一样，即便身无长物，但清风明月皆是无价之宝。这份知足与安宁，正是积德之人最通透的活法。当一个人内心少了那些对物质和攀比的执念，不再被焦虑绑架时，他对待身边的人事物，自然也就多了一份柔软。这就来到了阴德厚重之人的第4个明显特征：性格温和，待人多包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几代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儿媳妇煮的菜可能不合胃口，孙子看电视声音可能太大，或者是邻居家的狗叫得太吵。脾气暴躁的人往往一点就着，非要争个对错，辩个输赢，结果弄得家里乌烟瘴气。但有福气的人情绪总是特别稳定，他们懂得换位思考，遇到矛盾不争执，不较真。以前有位布袋和尚，他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是这么说的：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6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大家如果小时候在乡下看过农夫插秧，就知道农夫在水田里插秧的时候，双脚踩在泥水里，必须弯着腰，低着头，而且是一步一步往后退的，看似一直在后退，但当他退到田埂边时，整块田早已插满了充满生机的秧苗。这在佛法里叫做忍辱波罗蜜。我们很多长辈在跟年轻人相处时，总喜欢用长辈的姿态去教训人，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但结果往往是闹得大家都不开心。真正的智慧是懂得像农夫插秧一样退步。我们再来谈谈家庭里的温和与包容。在这个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个通往家族沟通的群组。群组里，长辈们喜欢传早安图，年轻人有时嫌烦已读不回。碰上选举或是社会新闻，只要群组里有人意见不合，马上就能演变成一场比战。更让人痛心的是，每当遇到老家房屋要都更改建，或者面临长辈财产分配时，兄弟姐妹常常为了谁拿得多，谁拿得少而争吵不休，甚至在亲友面前撕破脸。遇到这种情况，有福气的人是怎么做的呢？在《法华经》中，有一位常不轻菩萨，这位菩萨无论遇到什么人，哪怕是辱骂他、朝他丢石头的人，他都不生气，反而恭敬地向对方顶礼，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未来都会成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虽然做不到菩萨那样的境界，但我们可以学习那份不计较的柔软心。有一位阿嬷，他的大儿子因为生意遇到瓶颈，长期把脾气发在他身上。其他几个女儿看了很心疼，纷纷指责大哥不孝，家里闹得鸡飞狗跳。但这位阿嬷从来没有对大儿子说过一句重话。每次女儿们在群组里抱怨，阿嬷总是回传一个笑脸，说大家都很辛苦，没关系的，妈没事。她依然每天早起，走过熟悉的骑楼，去市场买大儿子最爱吃的地瓜叶，煮好放在桌上。几年后，大儿子事业有了转机，
某天晚上，一个50几岁的大男人跪在阿嬷的床前痛哭流涕，忏悔自己这些年的不孝。阿嬷只是笑着摸摸他的头，就像小时候一样。这份厚重的温和不仅化解了一场可能分崩离析的家庭危机，更是用最深沉的爱为整个家族种下了和合的福田。看似我们低头退让了，看似我们吃亏了，其实这根本不是懦弱，而是在拓宽我们自己人生的福田。家和万事兴，和气自然生财生福。当我们的脾气温和了，对待世间万物自然也就跟着柔软了起来。这种从心底生出的柔软，正是我们要讲的第5个特征：戒杀护身，心怀慈悲心。有福德的人对世间所有的生命都充满敬畏，他们不会随意伤害小动物，爱护一草一木，哪怕只是在路上看到一只迷路的蜗牛，也会轻轻把它移到草丛里。佛经里记载过一个非常震撼的沙弥救蚁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位的老和尚，他有一个小沙弥徒弟。有一天，老和尚在禅定中看到这个小徒弟的寿命只剩下短短7天了。老和尚心里很不舍，就把小沙弥叫过来，给了他几天的假，对他说：“你已经很久没回家了，赶快回家去看看母亲吧，第8天再回来。”其实老和尚心里知道，这孩子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小沙弥高高兴兴地收拾包袱下山了。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了一场倾盆大雨，山洪爆发，黄色的泥水从山上冲刷下来。小沙弥在躲雨的时候，发现路边有一个蚂蚁窝，正被不断上涨的泥水包围，成千上万的蚂蚁在水面上挣扎，眼看就要被全数淹死。小沙弥心生巨大的慈悲与不舍，他不顾大雨淋湿了自己，连忙脱下身上的外衣包裹住泥土，去阻挡水流，并找来几根长长的枯树枝，轻轻地当作桥梁搭在水面上，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蚂蚁都引导到高处安全的地方。确认蚂蚁都平安后，他才继续赶路回家。到了第8天清晨，老和尚正在寺庙里为徒弟超度诵经，突然看到小沙弥活蹦乱跳地从门外走了进来。老和尚大吃一惊，连忙仔细观看小沙弥的面相。只见小沙弥原本晦暗的印堂，此刻竟然散发着明亮的光芒，原本短命的面相已经彻底改变。老和尚问他：“你这几天做了什么事吗？”小沙弥抓抓头说：“没有啊，就是回家陪妈妈。”在老和尚的反复追问下，小沙弥才想起那天在雨中救了一窝蚂蚁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阴德最极致的展现。古人说：“扬善享世名，阴德天报之。”小沙弥救蚂蚁的时候，没有旁人看见，他也没有跑回寺庙跟师父炫耀，他做完就放下了。正因为这份纯粹的无人知晓的善念，这笔巨大的福报完完整整地存入了他的生命户头里，竟然强大到直接改变了他既定的寿命。万物皆有灵，当我们对微小的生命升起爱护之心，比如初一十五吃点素，或者不随意拍打蚊虫，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的生命注入源源不绝的福水。当一个人连对地上的小蚂蚁都生出了爱护之心，那他对人世间的那些恩怨纷扰，自然也就看淡了。这份内心的清净，正是我们要讲的第6个特征。不论是非，远离无谓纷争，也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他们的第7个特征：闭口不言他人过。有智慧的长辈心中清净，他们去公园做早操，去常青学院上课，从来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盯着别人的对错上。这样的不论是非，在我们每天的清晨最容易受到考验。很多长辈早上喜欢去公园练气功、打太极拳，
或者跳排舞。运动完，大家聚在树下休息，话题往往就开始了。听说3楼的那个媳妇整天往外跑都不顾家啊。街角那家面摊的老板娘最近好像跟先生闹离婚。阴德厚重的人听到这些话，通常只是微微一笑，转身去喝口水，或者借故去散步，巧妙地避开了这些是非圈。他们深知嘴巴是用来吃饭和念佛的，不是用来造口业的。与其在是非漩涡里打转，惹得一身腥，不如管好自己的一颗心，不看他人的过错，只修自己的清净。俗话说，良言一句3冬暖，恶语伤人6月寒。真正有福气的人懂得管好自己的嘴。宋朝的时候，大文豪苏东坡和佛印禅师是非常好的朋友。有一天，苏东坡在长江北岸打坐，觉得自己修行的境界已经很高了，就写了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意思是他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任何毁谤、讥讽、称赞都无法动摇的境界了。他得意洋洋地派梳子把诗送过江，拿给江南的佛印禅师看。佛印禅师看完之后什么也没说，只在上面批了2个大字放屁，就让梳子带回去了。苏东坡一看这2个字，气得火冒3丈，立刻叫人备船，气冲冲的渡江要找佛印禅师算账。结果刚到寺庙门口，就看到门上贴着一张字条，写着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一看，顿时满脸通红，羞愧得说不出话来。佛经中还有另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故事。有一天，佛陀在路上行走，遇到一个对佛陀非常不满的外道。这个人跟在佛陀身后，用最难听的字眼不断地辱骂佛陀。佛陀始终面容安详，不发一语，静静地往前走。等那个人骂得口干舌燥，终于停下来时，佛陀转过身，温和地问他：朋友，如果你送一份礼物给别人，但对方拒绝收下，这份礼物最后会属于谁呢？那个人愣了一下，回答：当然是属于我自己啊。佛陀微笑着说：是的，你刚才对我的辱骂，我并不接受，所以这些恶言恶语的果报依然属于你自己。这段对话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闭口不言他人过，静坐常思己过。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圈里，无论是市场里摊贩间的恩怨，还是亲戚间的比较，只要我们不接那份名为是非的礼物，我们的心就能永远保持清静。我们现在很多人每天拿着手机，看到什么不顺眼的新闻，或者在亲戚朋友的群组里看到不同的意见，立刻就噼里啪啦的打字骂人，或者在背后议论别人的私事。其实语言是带有强大能量的，我们随口说出的一句恶言，可能就像刀子一样伤透了一个人的心，而一句真诚的赞美却能给人无穷的力量。守住了口业，不说别人的闲话，其实就是守住了自己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福气，不让它从嘴缝里溜走。善护口业，不积他过，不把时间花在争一时的口舌之快，这才是生活中最真实、最难的修行。守住了口业，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约束自身的行为。阴德厚重的人，第8个特征是身不行恶，行事守底线。而这一切修养的最终根源，都离不开我们的第9个特征：心无邪念，常怀清净与善意。说到底，这一切的修为都归结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底线与起心动念。我们常听到老人家感慨，现在的人心变了，做生意不老实。但真正有福报的人，他们依然坚持着最古老的底线。比如去传统市场买菜，有时候因为人多拥挤，
菜贩老板忙中有错，多找了100块钱。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这是我今天运气好，赶紧把钱塞进口袋溜走。但有福报的长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钱递回去，笑着说：头家，你找错钱了，大家赚钱都不容易。再比如搭捷运或公车的时候，明明自己也有点年纪了，但看到抱着婴儿的妈妈上车，还是会立刻站起来让座。这些行为看起来很微小，但却暗合了佛法中十善业道经的深刻教诲。经文中提到，不贪取不属于自己的财物，不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能够让一个人的心长生欢喜，最终感召到安稳无忧的晚年。在佛法看来，这就是因果不虚。因果从来都不是只在寺庙的泥塑木雕里，它活生生地存在于我们每一天的柴米油盐中。你今天在市场退回去的100块钱，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就会化作你过马路时一辆车为你紧急刹车的幸运。你今天在公车上让出的一个座位，或许就会化作你孙子出门在外时遇到贵人扶持的机遇。这就是宇宙间最公平的法则，心无邪念，行事端正。我们在生活里点点滴滴的行为，都是在种下未来的种子。种子种在我们心田的土壤里，需要用善行去浇水。一个人如果内心纯净澄澈，像一面明镜一样，没有嫉妒，没有怨恨，没有贪婪，他自然就能感召世间所有的美好。你给出去的所有善良，最终都会以另一种美好的形式回到你自己和家人的身上。所谓的积阴德，说穿了，就是在为自己的人生种下无数颗平安吉祥的种子。心向阳光，那些好人缘、好运气，自然就会被你吸引过来。听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境界太高深了。我们只是普通的凡夫俗子，每天要照顾老伴，要帮忙带孙子，还要操持家务，哪有时间去深山里修行呢？其实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就在我们每一天的柴米油盐里。想要累积阴德，为自己和子孙积攒福报，并不需要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今天我为大家整理了4个非常简单微小的行动，只要您今天看完这支影片，立刻就可以开始做。第一个行动，睡前3分钟的观心清空法。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之前，感受一下后背贴着床铺的重量，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轻轻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回顾一下今天发生的人、事物。如果今天在市场跟人拌嘴了，或者儿女说话语气重了点，惹您生气了，请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一声：都过去了，我放下了。把这一天的烦恼、纷争和委屈，就像倒垃圾一样全部清空。不要把昨天的怨气带到明天，带着一颗平静知足的心入睡，这就是一种少欲知足的最好修行。第二个行动，口吐莲花的说话练习。明天早上起床出门，我们试着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嘴巴。当您遇到别人做的不好的地方，把原本要脱口而出的批评收回来，先深呼吸一次，做到闭口不言他人过，然后试着对身边的家人、菜市场的摊贩，或者是路边打招呼的邻居，说一句真诚的赞美与鼓励。比如夸一句您今天气色真好，或是谢谢您的帮忙。您的一句好话可能就会点亮别人的一天，这就是在默默为自己存入福报存折里的存款。第三个行动，餐桌上与生活中的微小互生。我们或许无法做到每天吃纯素，也没有办法专门跑去放生，但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一份对生命的慈悲心。比如
今天试着少吃一口肉，多吃一口青菜，或者在路上看到小虫、小蚂蚁，刻意绕个道，不去踩踏它们，甚至只是在自家阳台的角落放一小碗清水，给路过的小鸟喝一口水。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善意，都在无形中实践了对生命的敬畏与爱护。第4个行动，和颜悦色的家和布施。我们常说家和万事兴，但人往往容易把最好的脾气给了外人，却把最差的耐心留给最亲近的家人。从今天起，当老伴忍不住唠叨时，试着不回嘴，微笑着递杯温水过去。当儿孙周末没空回家时，在电话里说一句没关系，工作要紧，而不是抱怨他们不孝顺。这种在家庭内部的忍让与体谅是最难得的阴德。这4个微小的行动，从睡前的修心、出门的修口、生活的护身，再到家庭的包容，刚好完整了我们一整天的修行闭环。很多长辈常苦恼能给子孙留些什么，其实您每天以身作则散发出的平和与慈悲，就是最珍贵的传家宝。家里的磁场变好了，不仅您自己的晚年过得舒心安泰，这份深厚的福德也会像源头活水一样，源源不绝地流向您的子子孙孙。累积阴德就是这么简单，就在这睡前的一念放下，开口的一句善言，生活中的一丝慈悲里。当我们把这些微小的善意变成习惯，不知不觉中，我们的面相会变得柔和，心境会变得宽广，那份藏在岁月里的福报，自然就会来到您的身边。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聊了这9个阴德厚重的特征，说到底，这些都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神仙境界，而是我们身为一个人最本真、最质朴的善良岁月，是一场无声的雕刻。随着年纪的增长，时间难免会在我们的脸上留下痕迹，让我们的步履不再轻盈。但是，只要我们的心里存着善念，我们日常所累积的每一分阴德，都会化作一道永恒的光芒，从我们的眉眼之间透出来。这道光不仅能照亮我们自己晚年平静的道路，更会成为必因子孙后代的一棵参天大树。古训有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默默行善、不断累积阴德的家庭，上天赐予他们的福报，绝对不会只停留在他们自己身上，而是会像源源不绝的泉水一样，流淌给他们的子子孙孙。留钱财给子孙，子孙未必守得住；留书本给子孙，子孙未必读得进去。唯有默默地在天地间积累阴德，才是为子孙长远打算的最高智慧。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播种，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每一份安稳，都是过去种下的善因。真正的福报，从来不需要去向外求神问卜，它就藏在我们日常的包容里，藏在我们嘴边的善言里，藏在我们对万物生灵的慈悲里。相逢即是缘分。如果您看到了这里，并且在心底产生了一丝丝的共鸣，我想邀请您在这个充满善意的时刻，一起来做一件美好而简单的事情。请您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留下您今天的一句善言，或者是一句为家人、为众生的祈福，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愿大家平安健康，或是一声阿弥陀佛。当我们成千上万人的善意汇聚在一起时，就能凝聚出一个充满慈悲与正能量的巨大磁场，让这份善念的磁场陪伴着您。愿每一位看到这支影片的朋友，都能在喧嚣的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平静。愿您一生顺遂，无灾无难，晚年安康，福泽绵长。如果今天的内容为您的内心带来了一丝温暖与力量，欢迎您点击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也邀请您将这份善念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您的每一次关注与分享，都是一次慈悲的传递。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滋养心灵的智慧与故事。我们下次见。